朋友们好，很高兴访问 HT News Taiwan 频道。现在人间清醒赵丽颖，让多少洋蜜们感到脸红。前言从幸福到万家里的哪个幸福，到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。今年的赵丽颖在银幕上别开生面，通过这2部电视剧，她成功收获了大量的爸爸粉和妈妈粉。同为85后流量小花的杨幂，上个月2部新剧播出后，昂首阔步，全部冲进街头。不得不说，赵丽颖的冷静让多少洋蜜们脸红了。赵丽颖越努力越幸运，她并不是科系出身，而是在雅虎搜星选秀节目中出道，获得冯小刚组冠军，并获得了进入演艺圈的大门。冯小刚获得过很多女演员，只有赵丽颖没有获得。但对赵丽颖来说，冯小颖无疑是她人生转折点的贵人。在冯导的护卫下，她签了公司，拍了几部电影和广告，可惜没有溅起水花。她的情况和考上清华北大的人很相似。入学后，他们的同学和室友既不是省冠军，也不是市冠军，获得了各种奖项，很手软，自己是最不起眼的人。但是赵丽颖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，任何小角色她都很乐意演。出道前几年，赵丽颖简直成了女仆专家。例如2009年，她出演民国剧《锁清秋》时，饰演了一个没有几个镜头的丫鬟文燕。这个剧的主人公是赵丽颖之后的丈夫冯绍峰。现实就是这样，没有经过正规大学的专业洗礼，几乎不可能一步登天，只有从底层奋斗才能天上看月亮。出演李少红导演的新版《红楼梦》，她还没有被观众记住，直到在新版《还珠格格》中扮演晴子，都有点辨识度。自2006年出道以来，赵丽颖辗转各个剧组6年，也就是说，奔走了6年，终于遇到了自己的第2位贵人郑。这个人评价不好，但是在制作爆款电视剧方面有2把刷子。2013年，赵丽颖在正剧《陆贞传奇》中饰演大女演员陆贞，首播取得好成绩，开播后收视率更是高起狂奔。不仅赵丽颖，男子陈晓也一炮而红。这部剧烧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么说来，它被引进日本、马来西亚、韩国等多个国家播出，在国际上为中国的文化出口做出了贡献。2013年，上半场陆贞火了之后，下半场的李金红玲也火了，电影《宫锁沉香》里的女二琉璃也火了。这一年是赵丽颖杀疯的一年。陆贞之后，赵丽颖演艺生涯的春天正式到来。26岁的她成为娱乐圈的热香。以前问过演员想要角色，现在剧本送到家里让她选了，这也终于让我头疼了。此后，赵丽颖的好戏层出不穷，《杉杉来了》和《花千骨》成功跻身85后流量小花。她的几个同龄人就是《仙剑》中被火烧过的杨幂、唐嫣、刘诗诗，这3个人都是当年的顶流小花。然而，科班出身的他们是如何与底层跑龙套出身的赵丽颖为伍的呢？赵氏孤儿赵丽颖流量后，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好的剧情，也是奢侈品代言人。赵丽颖为奢侈品牌迪奥拍摄公益广告时，因为没有刘嘉玲的好话，被贴上了没有文化、没有土、没有 low 的标签。迪奥删除了赵丽颖的片段，网友挖出赵丽颖的黑料，称她的学位是中专，家在农村，出道前的工作是销售员，以此证明赵丽颖不值钱，推翻她通过努力获得的一切认可，让她在正规军面前抬不起头来。孤立无援的赵丽颖只用了6个字给看不起她的人回信：我会继续努力。经过这件事，赵丽颖有了赵氏孤儿的戏言，因为她的出身，她成了最不被看好的流量小花。尺有长，寸有短，从出道到走红，赵丽颖花了10年。这10年间，她不是在演戏，
而是在演戏的途中。对于在演艺圈渴望有一席之地的人来说，最需要磨练的不就是演技吗？很明显，赵丽颖知道这一点。正因为有好的演技，才会不断出现好的角色、好的剧本、好的作品。之后的《楚乔传》和《知否》是对那些黑粉的最好反击。在《楚乔传》多度的沙漠里，赵丽颖赤脚被前后拖着；《知否》里的落水戏，即使冬天感冒了也拒绝使用分身，坚持自己完成这个表演。因为知道得到角色不容易，所以每次演出绝对不让你抓住机会。我会拼命抓住你的。像这样，我用自己的力量尽了最大努力。此时回顾85后流量小花，只有杨幂能与赵丽颖相比。杨幂的粉丝和赵丽颖的粉丝总是水火不容，早早就结下了梁子。当赵丽颖还在演女佣的时候，杨幂已经在《仙剑3》和《宫锁心玉》中担任女主角。晴川一角起火后，赵丽颖正好和周冬雨拍了电影《宫锁沉香》。年代因为化妆等原因与杨幂的晴川相撞，赵丽颖被杨幂的粉丝认为是杨幂。赵丽颖在微博上说：“你为什么总是把我当成杨幂？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偶像长什么样。”当时赵丽颖有点名气，但与大火中的杨幂相比，还差了几个台阶。所以杨幂的粉丝认为赵丽颖故意有杨幂的流量。此后，在众多娱乐圈聚会上，杨幂身边都是唐嫣、刘诗诗、刘亦菲、杨颖，而赵丽颖身边却空无一人。赵氏孤儿丽颖从未申请过团体供暖，她不想用心融入，只是想把自己的戏演好。但是两家的粉丝们都在暗中奋斗，从开局到现在，到了谁输谁赢的分水岭。昙花一现的爱情在2018年被拍到《西游记》女儿国和《知否》两次因为和冯绍峰结缘，两人在戏里结了婚，结为夫妻，并在微博上发布了结婚证的照片。虽然收到了证明，但是两人没有举行婚礼。就像超父母接受不了的张嘉倪一样，赵丽颖也不被冯绍峰的父母认可。冯绍峰家虽然没有买超家富裕，但是在上海也是有名的企业家，不仅在国内有多家公司产业，在国外也有。而冯绍峰又是家中的独子，可以说将来的家族企业都是冯绍峰的。家世显赫的冯家怎会看得上来自农村又是戏子出身的赵丽颖呢？有了这个把柄之后，杨幂的粉丝出来作妖，将他们的粉丝团头像立刻改成了求婚礼。眼看着自己家的偶像被人嘲讽，赵丽颖的粉丝也开始找杨幂的黑料。那一段时间，刚好杨幂和魏大勋的恋情被扒出来，所以赵丽颖粉丝不甘示弱，把粉丝头像换成了勋勋、幂幂。两边的粉丝带干异常，互相看对方不顺眼，也不知道赵丽颖和杨幂本人看到了会怎么想。婚后不久，赵丽颖怀孕生子隐退了一段时间，这是出道13年以来赵丽颖第一次休息。从她走红之后，每年至少3部戏打底，最多的时候一年能拍7、8部。然而，赵丽颖幸福的婚后时光就如同天上的彩虹和深夜的昙花，虽然美丽多彩，可是转瞬即逝。孩子1岁多的时候，赵丽颖被传出婚变，那一年她刚好参加中餐厅。在节目上，她坦言已经和冯绍峰离婚，并且孩子给了男方。不久，两人就在微博官宣好聚好散，这段被人磕了很久的知否 CP 就此分道扬镳，走到了尽头。这个结局多少有点眼熟，仔细一想，这不是第二个杨幂吗？当初杨幂和刘恺威因戏生情，结婚后也是生下孩子不久，两人感情破裂，走向离婚，孩子最终也是归男方抚养。不得不说，杨幂和赵丽颖还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。可同为演艺界女强人的她们，如今却逐渐泾渭分明。
人间清醒赵丽颖，赵丽颖与其说是独善其身，倒不如说她是活得清醒。于她而言，没有了婚姻的牵绊，工作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拍戏。离异后首部作品《有匪》可以看出赵丽颖身上的疲惫，大大的黑眼圈和眼底的褶子，隐约可以看出她的产后生活并不是那么如意。之后赵丽颖就开始尝试转型，不再将自己拘泥于古装剧里。希望的田野里新时代女性雷金玉成了她的转型之作。她在里面就是一个农村妇女的形象，这样的角色和她的出身极其接近。别人越是诟病她的地方，她不但不逃避，反而大胆接演，将农村女形象做实，足以看出她的优秀和自信。今年的2部剧《幸福到万家》和《风吹半夏》和《幸福和许半夏》的大火，让赵丽颖用了仅仅2年时间就成功转型。以前的粉丝都是年轻人，现在越来越多父母辈的人认识了她，并因为角色记住了她，这离不开赵丽颖的对角色的塑造能力。然而竞争对手杨幂却依旧在古偶和现偶的市场上活跃。虽然《三生三世》她在里面演技大爆发，被人赞叹为杨幂之后再无白浅，可到了扶摇和胡珠夫人，她却被网友嫌老，身上的少女感全无。演戏都是一个套路，看什么都觉得是在演杨幂自己。两人的市场之前都是重合的，自从赵丽颖转战阵营以后，杨幂也把眼光转移到了现在剧上，只不过是披着职场外衣的恋爱剧。不管是谈判官还是今年的《谢谢你医生》和《爱的28定律》，杨幂的年纪是越来越大，但演技丝毫没有进步，反而让人感到油腻。网友吐槽，都是35、6的人了，总不能一直演甜甜的恋爱剧吧。最近2人的戏撞在一起播出，网上都在夸赵丽颖的许半夏，杨幂的2部剧高开低走，无人问津，还真是风水轮流转。当初说赵丽颖蹭杨幂的热度，说赵丽颖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，如今来了个大反转。谁一直在稳步上升，而谁又在不珍惜羽毛，贪图上综艺挣快钱。水水的演技搪塞观众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尾声都说演艺圈是大染缸，是名利的修罗场，处处都得靠人脉资源。但是赵丽颖的存在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没钱没背景，但有演戏天赋的普通人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光发亮的。没有好剧本，她就演丫鬟，角色不曾嫌弃她包子脸出身低，她也不会敷衍对待任何一个角色。赵丽颖的大红大紫，虽然和冯小刚、于正这样的贵人分不开，但最重要的还是她自己争气。毕竟铁打的娱乐圈，流水的演员，只有不断磨练、精进演技的演员，才不会在年老色衰之后被市场抛弃。赵丽颖活得比娱乐圈里大多数人都清醒，她的干净和纯粹，让她成为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。